所以愿望与真相的落差，就是很多人去显化愿望，失败后就会陷入自我怀疑，很多做了很多次的那种显化，是不是我不够好？是不是我疗愈的不够多？是不是我还不够调整？所以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，导致我的清单并没有实现，导致我的愿望并没有实现？对的，老师还会引导你说，哦，因为你的前世，因为你的祖先，因为你还不够多的疗愈，所以你还应该怎样？甚至会买很多东西去佩戴，买一大堆什么水晶，一大堆有没的。你的家里的风水要改变，那就会让你去堕入真正的陷阱，以为要修好自己才能够得到，这是最大的陷阱，也是最大的谎言。很多人去显化愿望，失败后他就会陷入自我怀疑，我是不够修行，我是不够努力，还是我哪里做错了，我是不够疗愈自己，还是我是哪里不够调整好，我就买东买西，学东学西这样子，所以他就落入了真正的陷阱。真正的陷阱是什么？就是我以为要修好自己才能够得到，这是最大的陷阱，也是最大的谎言。那真正的落差在于，愿望是对外的依附，真相是对内的确认。什么叫对内的确认？就是愿望是对外的依附，就是对外界的依附。我希望得到什么才是什么东西，或是我希望拥有什么，我才会被别人高看，或是我得到什么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，那个叫做愿望对外界的依附。那真相是什么呢？是你对内的确认，你无需这些存在，你依然是丰盛的，你依然是有价值的，你依然是完整的，你依然是存在的。当你真的无需这些外界的存在的时候，你依然是丰盛、完整、确认的，你的自然流就会达到那个频率，你自然就显现出那个样态，那才是真正的显化。愿望跟真相的差异，比如说我想要买到房子才能够安心，那真相是什么呢？我的安全来自于内心，而不是房子四面的墙。或者是我要成功才会有人爱我，那真相是什么呢？我的存在本身就是爱的展现，也不需要用成功或是任何条件来交换。比如说我要疗愈所有的创伤，我才能够配得幸福。那真相是什么呢？幸福并不是你修完了才能够有，而是你允许当下自己的感受。你当下允许你已经是幸福的感受，你要能够允许，要能够放下，它就自然的涌现出那个感觉，是这样子而已。我现在讲都是跟丰盛很有关系的，就像以前我那时候那个公司很危险的时候，我就破产了嘛。破产之后就觉得自己都不完整，所以一直想办法让自己回到那个没有破产的样态，用尽很多的方式，耗尽很多的时间，比以前更加多倍的努力。但那都是来自于恐惧的驱动。但我现在呢，我已经经过破产的低潮期了，破产了，我现在事业重建了。那事业重建并不是说我自己重建之后得到安稳，并不是，是我回到我本来我觉得我自己很棒的感觉，所以我才能够事业重建了。是先回到你觉得你自己是很好的样态，我才能够与别人接触。因为以前被自己的伙伴不好的对待嘛，所以我那时候对人是没有信任的，我大概有1年时间都不敢跟别人接触，即便那时候公司还存在，很多人来找我都是谢绝，都是不让他们见面的，我都锁在自己的房间，之后对自己的同事员工讲话，从来都是委托他们去做，但会做不好啊，因为害怕再被骗嘛。但是当我调整好自己之后，我真的看见我自己的本质之后呢，才会重新出发。重新出发是我现在的说法或解释，但实际上是我早就已经是成功的样态。重新出发那个重新只不过是体验的一种感觉，所以重点还是那个内在的样态。那你说你要花多久时间才能够达到那个样态？不知道。真正的答案是你一直都是最好的样态，但是我们会被外界的体验误以为我们并不是那个样态，说叫错认，错误的认知。我以前也是错认很久，很多年，那也是透过疗愈之后呢，才会看见真正的自己。所以每一个人的进程、进度快慢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要真的能够知道，无论你学习的任何的课程，或是你做了任何疗愈，你的本质依然是不变的那个光，你原本就是那个光，你无需透过提醒，也无需透过辅助，它就是存在在那里。以前的我以为那个光是另外一个存在，是那种远在天边的存在，所以我那时候对信仰的认知是这样子的。比如说我信仰佛陀，信仰什么，就每天念佛啊，每天念经啊。以前我在创价学会，每天都念，希望透过我念了几百万遍的佛经，可以换得什么样的功德，每天都这样念，一天要念大概3个小时哦。
一天练3个小时，3个月后可以累积到100万遍，100万遍就是一个福田，那是一个福田银行的一个存折，你每天写，你练几遍，练几遍，一本刚好100万遍，然后你练完100万遍，你的愿望就会实现，因为前辈是这样讲的嘛。那真的有没有这样实现？有实现，但实现之后呢，你又会有更大的愿望，你又会再继续念。以前的我的宗教有一个概念，我们要经过难来证明佛法的伟大，所以你跨越了一个难，就会面对另外一个难，而且每一个难都比下一个难更加的强大，真的，真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相信佛法会去超越一切，所以当难来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恐惧，但当你在体验的时候，你是觉得真的辛苦的。所以你看，我破产的难，那个难当破产的时候，我后来选择自杀嘛，就是那个难我过不去了，我觉得那个太恐怖了。但是我周围的人还是说，你要不断的念佛。不断的你要相信一定可以超越一切，我当然相信啊，我当然相信。所以你看，我当时的相信是我大脑认知，我相信我只要持续念佛，我就可以超越障碍。但是我的内在是恐惧的，所以我那时候学习疗愈的时候，我还是把光跟造物主跟佛画上等号，它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可能比佛更厉害的存在。我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样，刚刚学的时候是这样子。所以每天的接近光，每天的冥想，每天的存在。就是在光中，希望透过与光的连结或是合一，达到让我所有的灾难能够超越掉。我那时候的认知是这样，就是每天的疗愈，真的并没有认知到我就是那个光的本体，这个是真的哦，这是我自己的过程。所以当你越疗愈的时候，你要不断的去觉察，觉察之后，你就会不断的把力量回收在自己身上，不再追求外力了。所以当你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，你发现原来你才是你真正的主宰。这个世界上把疗愈分成2种样态，一个是把光一样的解释成它是另外一个高远的存在，一个是把光解释成就是你自己。无论是解释哪种方法，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你只要回到你的本心就可以，就不用去做什么样的选择，是这个概念。好，那怎么样能够实践愿望以外呢？回到真相的本质，就是觉察起心动念。当我们想要祈愿的时候，或者当你在写愿望清单的时候，你要问自己，这个愿望的背后，我是假设了我缺乏什么吗？你可以去看你清单的写的东西嘛，然后你去觉察一下。如果你是缺乏爱，你缺乏金钱，恐惧什么，那它就不是你的愿望，你是被你的恐惧所驱动，你就服务于你的恐惧。那你就回到那个当下。你就跟你自己讲，如果这个显化没有实现，我依然是完整的吗？你就反复问自己。如果你的答案是我是完整的那什么是完整的？问自己，本自具足。那再问什么叫做本自具足？就是一切都是圆满的，都是充满的，都是拥有的。你就一直反问自己嘛，然后你就会给你自己答案了，你就最终拿到那个答案点了。所以需不需要有祈愿这个动作？不需要。需不需要写清单这个动作？不需要。为什么？有没有写清单都不影响我已经实现的样态。所以我没写清单，它也早就已经实现；我有写清单，它早就已经实现。所以有写没写是一样的。所以重点是什么？它已经是呈现，你要相信它已经是这样子而已。那如果你现在觉得它已经是了，下一秒钟你会回到其实还没呈现，所以那就回到什么点？我大脑相信已经是，但是我的内心更深信它还没呈现。所以你就是在这个点上嘛，那你又察觉到了，就回到本心哦，其实我已经是了。所以你反复几次之后，你就会回到那个定的位置，你就很少再回去，就是大脑觉得是，但是内在还没。就像我现在还是会这样觉得，不过那个频率很少。比如说我想要什么东西，它要呈现，那我觉得是呈现的，但过程当中也许会有很多的会议或很多的什么沟通不完美。所以我会突然出现一个念头，它真的好像不是如我所愿。当我觉察到我所想的时候，我觉察到了，觉察就脱离了嘛，就是置换体离了嘛，然后又回到我的本心，它已经实现了。然后我现在所经历的样态只不过是一种体验，那这个体验对我来说是提醒着我本来就本自具足，然后又回到那个原点了，又回到那个本来本自具的状态，你就会感谢刚刚你落入的那个什么不好的想法，你不会去避免它。你就会感谢哦，因为有这个想法，让我更加的定着于我本自具足的样态，所以你就不会产生抗拒。那你就可以言语的转化嘛。你比如说我要有钱才安全，你就可以把它改成我已经是安全的，钱只是额外的流动。你就用你自己的解释去让你自己成为那个事，
看见已经拥有的，就是把焦点从匮乏、从缺乏去转向成为已经存在的圆满，把它转不是避免，是你本来就是圆满的，所以这才是真相。从假象转到真相去。对于那个愿望并不是错误，不是说我这样分享完了你就不用写愿望了，不是这个概念，是你可以写清单，你也可以写愿望，愿望并不是错的，但是它更容易让我们误以为真相在外面，你只要能够理解就可以了。真正的力量呢，是来自于愿望可以来也可以走，而真相是不会因为愿望的存在与否而动摇。真相就是你是本质具足。当我们站在真相里的，你就不会害怕失去，你也不会有焦虑，因为你早就已经知道，你就是一切的源头，它本来就已经存在，你是所有一切创造的本源。愿望的陷阱，为什么追逐反而会远？就是愿望的本能的吸引力。比如说，愿望会给人一种动力嘛，仿佛有目标，我们就会前进，这是人类自然的心理的倾向，从以前就有到现在的感受嘛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族群意识，比如说工作，我想要升迁，我想要加薪，这是我们愿望的本能嘛，你就会更努力往那个方向前进，表现好自己。或是生活，我想要有更大的房子，我想要更好的两性关系，你就会努力的付出嘛。或者是在灵性上，我为了追求更高的频率，能够更快的显化，你就会去不断的去做疗愈嘛。然后这股动力的背后，它隐藏的是什么？如果你觉察到它隐藏的是匮乏感，那才是真正的陷阱的起点。所以你要去觉察这个样态，就是你为了加薪，你为了生活更加的美好，你为了灵性更高的频率的目的是什么？如果是匮乏感，那就调整就好了。不是匮乏，是你本质具足，自然的流动就行了。但是如果我们并没有理解它是匮乏或恐惧所推动的，那才是真正陷阱的起点，你就会进入到愿望的陷阱。然后越追逐，它就越难实现。追逐的一些逻辑，比如说那个追逐愿望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觉得我现在不够好，所以我必须要得到它，或者是我现在不够完整，我需要靠它来补足，或者是我不够快乐，所以我需要它来拯救我。我觉得第二个是最频繁的。我不够完整，我所以需要靠它来补足。什么概念？我们需要透过外力的协作，你去买很多灵性的辅助用具，你去做很多的疗愈，你花了很多钱，然后去做这些动作，然后去补足你的不完美嘛，或者补足你的缺嘛，或者补足你好像修行不够嘛，很多都是这样子的。那你就要去觉察，我花那么多钱上课，我花这么多钱做疗愈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去补足我的不完整嘛。如果是，那我们并没有真的觉得我们已经到达那个位置。大脑中、课程中一直不断的强调你就是光，但是内在身心并不是，所以才会需要做这么多动作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追逐本身就是不断的在强化什么不够的信念，我是缺的。追逐会有几个样态，第一个是无止境的匮乏，就是我们以为会达成目标才会安心，所以很快就会冒出下一个愿望。就是你完成这个愿望之后呢，你就会再追求下一个更大的愿望，但是形成一种欲望的轮回。另外一个就是自我价值被绑架，比如说愿望一旦没实现，我们就容易掉入什么？是不是我不够努力，或者是不是我不值得？你会呈现那个自责感，或者是失去当下的喜悦，就是可能有了之后你才会快乐，得到之后你才会开心，看见之后你才会觉得是真的，触及到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安心，而你错过当下圆满的感觉，大多都这样子。因为不相信是嘛？我曾经也是这样。我那时候我的老师跟我说，你未来会有大概90%的时间都在做疗愈。我想说，我死定了，我这辈子都在做疗愈，会被我股东杀掉，就是我不务正业的概念。后来我现在的理解是什么？我老师讲的没错，就是你有90%的时间都在做疗愈。我后来的理解是，我有100%的时间都在做自我觉察，觉察到什么东西，就是我就是的位置。希望到哪里，而且每个人都是在那里。当你在那里之后，你就是在那个样态中嘛，所以你也无需疗愈，你本来就是从你就是那个感觉呈现出来，就不需要做这么多疗愈了。只不过老师当时的解释是那个感觉，我以为我需要做很多的疗愈才能够维持好的样态，其实不是。我的老师真正的想法是，你最终就会知道你是谁，所以你很多时间都在那个样态中。那个才是他真正的解释。追逐的概念是什么？比如说财富赚到第一桶金之后呢，你可能就会想要有第二桶金、第三桶金，或者你想要更大的房子、更高的收入。
而去不得安心，害怕没有再赚到钱，或是害怕这个钱会不够用，一直不断的去追逐，一直不断的去创造更大的财富，或者是追求完美的伴侣。假设这个伴侣可能有一些瑕疵，你就觉得还不对，所以你就永远在选择那个对的人，去寻找那个对的人，而却真正的去安住于爱的本体。因为你一直不断去找那个对的人嘛，或是灵性，一直追逐开悟或高频的，或是显化力更强，结果会变成灵性的焦虑，失去了修行的单纯。你不再那么单纯了，你会一直不断的去追求，我要高频率，我能够灵视、聆听，要更好的显化力，你会一直不断做这个动作，仿佛有灵视力、有聆听力、有你很好的视力，你才会觉得你是开悟的，你是觉知觉察的，你才是那种大成就者。那为什么追逐会让愿望更远呢？因为愿望是一种能量讯号，追逐它是匮乏的强化，或是你要去索求，你就是我没有嘛。我去追寻它，其实让那个匮乏的能量更加的强化。所以，我们越是在我缺少的震动中努力的，我们的宇宙就会回应，就是你真的缺少。这其实不是惩罚，它就像是一个镜像的概念。我们的宇宙会如实的呈现我们内心所映照的样态。所以，你只要把你内心调整好就好了。你觉得你就是那个丰盛的本体，或是你是创造源头，你一直是这个感觉，你的宇宙就会创造那个样态给你，让你知道。就是这个感受，我现在讲好像很简单，但实际上就这么简单。只不过我们以为它不是那么简单，所以要透过很多的课程、很多的疗愈，让我们相信它就是这么简单。但实际上就那么简单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是不需要疗愈到觉醒的，这世界上有很多人他是不需要上过课，他就会知道是这个结果的。所以这些自然醒觉的大成就者，他也是你的能量分流之一，他就是你。所以你不用去觉得他怎么那么厉害，那么快开悟，那么的不被外界所干扰影响，他怎么那么厉害，我要跟他一样。他不是跟他一样，是他本来就是你啊，他只是你能量流的其中一部分而已。他是来告诉你，你就是这么厉害，或者你就是这么定，不是让你追求的，他只是让你知道哦，其实他就是你的一部分。所以你会因为他是你，而让你更加相信你本来就是本质具足的样态。所以你要让所有呈现出来的你都变成是你的解释，你就不用反复的去做挖掘，反复的去做疗愈。这是我的感受，因为疗愈其实蛮耗时间的。那走出这个匮乏的陷阱怎么做？你就是问自己嘛，我追逐这个愿望是因为爱自己，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？就这么简单。或者是你可以用语言的转化，就是觉察，我要达成它才快乐吗？还是我已经是快乐的，它只是我额外的感受或者额外的礼物？那你可以去放下等待，就是允许愿望存在，允许愿望存在，但不把快乐延迟到未来。什么意思？即便你现在有愿望，或是即便你有什么样的清单，你都让它允许存在。但是允许存在不代表那个愿望是没到来的。你可以写，你可以做你要做任何事情，但是你的内在一样深信它已经实现，这样就好了。而不是我写然后我等待它实现，而不是我写然后我像催化什么金字塔显化，让它在我的观想中呈现。是你要真的相信它已经实现，所以你写不写都没关系。与真相对齐，就是提醒自己，即便没有，它也不影响我的完整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写的这个清单，它真的没有让你感受到实现的感觉，它也不影响你是完整的存在。那你说，那是不是这样子我就没有办法实现我的愿望？并不是，是因为你是完整的，所以那些愿望有写跟没写，它都已经实现了，是这个感受，而并不是说因为我是完整的，所以它没实现也没关系，我还是完整的，不是这个概念。是说，即便你写了，然后它没有实现，你都要跟你自己讲，它早就已经实现了。所以你有没有看见外部实现的感受？那个像，就是看见那个景物。它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内在的感觉，是不是你真的感觉到你已经是那个感受？所以那个感觉才是真相。外界看到的像，看到那个东西，那都是假的。但是我们常常都会用看到的那个像认为是真的，然后你的感受就是因为那个像才会催化你的感受，其实不是，是先有感受才有像。而不是先有相，真相的相，不是先有相才有感受，是先有感受，自然就会有相。跟佛法讲的是类似是一样的。另外，那对齐的力量，那对齐它不是一种技巧，它是一种样态或是一种状态。对齐不是努力去成为某个样子，而是回到已经是的样子，那叫对齐。那对齐不是把愿望往外推，
而是把愿望自然的长在你的真相里。什么叫自然的长在你的真相里？如果你真的相信你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，你就是相信你已经是，然后用那个感觉过生活，那就叫愿望长在你的真相里。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是一个被爱的那个伴侣，你就每天感受到你是被爱的，你也是富有爱的，用那种感觉过生活，就是把愿望长在真相里。所以对齐它并不是去改变，而是去看见我已经完整，那叫对齐。那愿望与真相的错位是什么？就是当愿望不对齐的时候会出现什么？我想很多钱，但是我的内心却相信钱很难赚。就是我需要很多钱，但是我觉得钱是难赚的，那个就是愿望跟真相错位嘛，不是一致性的。或者是我想爱情，但是我又害怕没人能够爱我，或者是我想要成功，但是内心却认同我不值得，或者是我并不是很好的，那就是你大脑所想的跟你内心所呈现的是不一致的。所以这些都是愿望与真相的破相，就是拉扯的两股力量，你会停滞在那里，不会前进嘛？那怎么办？第一个可以做疗愈嘛？疗愈就是达到觉察，哦，你觉察到了，然后把它调整，或者是你让它流出来。像我现在就是让它流动，就是我知道那个现象我卡住了，就让我卡住的点让它流出来。当你看见那个卡点，那个卡点不存在；当你看见哪里是卡顿的，你看到那个卡顿就消失了嘛，你看见它就不存在了。卡点是你没有看见它才存在。当你看见它就不存在了，那就等于是疗愈的结果啊。所以有时候出现那个卡点，不用去避免它，不用去急着修它，不需要。你本来就是完整的，你也不用修，所以会自动导向到那个位置，自动导航到圆满的位置。你就是等待，等待什么？等待就是那个感觉呈现。我说的等待感觉呈现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就沉浸在那个感觉中，就像如如不动，这样就好了。那如如不动会有时间流逝嘛？你每天还是要过生活，一天就是每秒钟就一秒秒滴滴答答这样过去嘛？那个感觉要等待了。即便你出现那个不顺的感觉，你就是回到你的本心，去感受到你已经是圆满的感受。什么事情不如意，你就要去进入到那个不如意的感受，不是避免它，而是你看见那不如意，你就跟他讲，这是我大脑所呈现的，我的世界所呈现的不如意，我感受到外部的不如意，那不是真的。这是一个假象，而真正的真相是我是圆满具足的，我一切都是丰盛的，我是创造者。所以你提醒了你自己，就把那个能量专注力回到那个提醒中，去感受到你圆满具足的感觉，那这个状态能量就会消弭掉。那就反复这样操作就好了，不是反复同一个操作，是你会一直不断的出现不同的事件、不同的情绪、不同的类型的，让你觉得你不是。那你就是觉察到，其实不是这样，那个只是外部的假象，真正的我是本质具足，我是创造者。然后你又拉回来自己，然后就感受到你本质具足那个创造的感觉，一切都已经是的感受，那样就好了。当你一直觉得是，那你的宇宙就会自然呈现出那个已经是的感受，让你去体现嘛。所有的疗愈的目的都是这样子，觉察。疗愈的目的是觉察，疗愈的结果是觉察。觉察才是自由的起点，不太一样哦。疗愈的目的是觉察，授课程的目的也是觉察，觉察才是一切自由的起点。你觉察到，你就脱离困境，你就自由了。自由才是丰盛的样态。自由就等于你是真正的创造者，你不再被选择所困，你是一切创造源头，你可以创造财富、创造丰盛、创造一切是自由的，那才是丰盛的样态。所以所有的课程、所有的疗愈都是为了觉察到这个点而已哦。觉察只是自由的起点，自由才是丰盛的样态。第七光行者唤醒你就是光。